铼金属为何是一种相当稀有的资源？它为何是航空发动机不可或缺的存在？美国疯狂囤积，中国却为何不重视？忽视铼金属储备又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危机？我们知道，现代国家间的工业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资源的竞争，谁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谁就能开更多的工厂，启动更多的机器，制造更多的工业制品，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让国家综合实力变得更强大。而在各种资源中，最珍贵的无疑是大自然中的不可再生资源，而围绕着这些不可再生资源间的国家竞争也不少，比如说石油、稀土资源之争。而今天我们要说的一种资源，它的知名度并不高，却比石油、稀土还要稀少得多，并且对中国未来航空发动机的兴衰与否至关重要。这种资源便是铼金属。在今年的两会上，铜陵有色集团副总经理丁世奇作为人大代表建言，铼具有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是航空发动机关键件无法替代的关键原料。目前航空发动机工业中的应用达到了全部铼用量的80%以上，但中国的铼的保有储量普遍认为仅为237吨，非常稀缺，应加快收储。那么这个铼金属究竟有何神奇之处？而中国正在面临着铼金属危机又是怎么回事？铼金属是一种外表呈银白色的有色金属物质，其特点在于耐腐蚀、塑性好以及耐高温。而这样的特性意味着铼金属在工业领域有着重要的用途。实际上，铼金属是现代航空发动机不可或缺的一种资源。当航空飞机从涡轮喷气发动机时代进入到涡扇发动机时代后，航空发动机研制的技术难度也陡然增加，其关键因素就在于航空燃料的升级让涡轮式做工产生的温度要更高，同时涡轮叶片设计也有了很大的改进。为了提高发动机做工效率，叶片不仅设计得更精细，叶间间隙变得更小，这同时意味着稍有不慎，叶片就容易受损。比如说著名的 F-22 战斗机，其发动机 F-119 能为飞机提供高达15.6吨的推力，但同时 F-119 发动机做工时最高能达到1700摄氏度的温度，这个温度要比火山岩浆的温度还要高得多。即使是采用一般的耐高温金属，在如此高温高压环境下，发动机叶片即使不被烤化，也容易发生变形。而发动机叶片一旦出现意外，那么飞机的安全也将受到极大考验。铼金属最高熔点达到3180摄氏度，在自然界中仅次于钨，而钨的密度高达19.3，与金接近，这也导致钨在韧性方面有些不足，成为其在航空航天应用的阻碍。但铼金属却没有这样的问题，耐高温加高韧性是铼金属成为航空发动机不可稀缺材料的重要原因。想要航发寿命超过几万小时，单晶铼合金叶片就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另一方面，根据数据，目前全球铼储量合计约2560吨，年产量为45吨，其中智利是全球最大的铼生产国家，产量占到一半，而前3的国家智利、美国、波兰3国合计产量占比达到88%。可以说，铼金属资源分布很是集中，主要在美欧这一块。亚洲相对就很贫瘠了，所以说铼是全世界最稀有的有色金属物质并没有问题。而各国围绕着铼金属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比如在2004年的时候，俄罗斯方面还称考虑将日俄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中的2座岛归还给日本，但是在2006年，俄国家有色金属科研所专家在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上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纯铼矿，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首处纯铼矿。随即，俄总统普京宣布，南千岛群岛作为俄罗斯领土主权问题不容探讨。但目前，美国基本上垄断了铼金属的市场。美国本土铼金属储量约为400吨，仅次于智利，年产10吨铼金属。但是，美国一年铼金属使用量达到25吨。但是，美国每年从国外进口多达40吨铼金属，减去用掉的25吨，每年还能存上15吨，因此也不担心自己的铼金属越挖越少。那么，中国又是怎样的情况呢？前面有提到，中国铼金属储量约为237吨，占到全球储量约9%。但是中国年产铼金属仅为2吨。2016年起，中国的进口需求量达到4.5到5吨，而每年的需求在5吨左右。可以看到，中国每年铼金属能存储2吨左右，远不及美国。那么作为工业大国，中国在铼金属的产能以及进口为何这么小呢？
中国的来金属产业实际上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这与中国航空发动机制造业长期不足有关。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目前在航空发动机技术上离第一梯队依旧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过去几年的状况更为明显，几乎每年中国都要向俄罗斯与乌克兰等国进口大量的航空发动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内制造业对来金属的需求肯定不会大，因为可以用买代替造。而这又导致本土来金属生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不高，而来金属目前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为每公斤$5000左右，企业也不愿意花上不菲的价钱在国际市场上采购用不上的来金属，而在市场主导下，中国来金属资源困境便被完全忽视了，成为鲜为人知的存在。此前很多人乐观地认为，中国的来金属起码能用50年以上，但这是基于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判断。中国来金属危机到现在并没有显现，因此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但是如果继续抱有这样短视的想法，必然会对中国未来航空业的发展造成大麻烦。我们知道，如今中国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技术正在大踏步前进，民用发动机长江1000、长江2000，军用发动机涡扇15、涡扇20等都有突破。可见未来10年左右，中国将在航发领域迎来新春。与此同时，对来金属的需求也将暴增，因为很多现实的问题已经摆在了眼前。就拿中国最知名的战斗机歼20来说，众所周知，此前歼20发动机采购的是俄罗斯 AL31发动机，这种发动机问题在于推力明显与 F119发动机有着很大的差距，这导致歼20无法发挥全球性能。于是，中国在研制涡扇15发动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除了自行研制，市场上也买不到同等级的发动机了。此外，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的发动机用的是美国通用公司的 LEAP-X1C 发动机，但在去年，这款发动机差点就被特朗普给下禁令了。美国人在告诉中国，他们可以随时在 C919 发动机问题上给中国卡脖子，那么中国也只能加快对长江1000发动机的研制，来摆脱这个问题了。要克服航空发动机长期以来的短板，中国必须要在这个领域发力，在资源上的投入也必不能少。如果说到关键时刻发现资源都没有了，那么怎么发力都是很无力的。中国一直以追赶美国工业为目标，如果说等到中国每年的来金属需求量超过20吨，那么其200多吨的储量又能坚持几年？而且目前除了美国，包括日本、俄罗斯对来金属的需求量也在增加。这些国家都在积极扩展国际市场。如果说到资源快枯尽的时候才想起去国外找储备，届时就可能发现国际上的来金属资源已经被其他国家垄断完了，后来者没有份。